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好久没和大家聊院线了，主要是最近的档期确实没啥可看的，而且每次聊院线，夸的多点吧，就有人说你恰烂饭；骂的多点吧，就有人说你是恰了对家的烂饭。直到上周五看了《白蛇2：青蛇劫起》，作为一个国漫爱好者，我觉得有必要聊两句，不想被剧透的小伙伴请谨慎观看。开头就是小白被收在雷峰塔下，小青有心要救出小白，但无奈不是法海的对手，被法海打退以后，坠落到了魔幻朋克的修罗城。修罗城乍一看是个很有未来感的地方，但城中几乎一片废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不同元素属性的劫难，而且间隔越来越短。修罗城里的人来自历朝历代，所有人都有心怀执念，各有各的心结，但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从这里逃出去。除了人，这里还有各类妖魔鬼怪。修罗城只有一个生存逻辑：弱肉强食，只要你够强，就可以活下来。这个设定类似在末日世界求生。说到末日世界，丧尸是不可缺少的角色。这些类似天马流星一样的怪物，属性就和丧尸不相上下，没有独立意识，无差别攻击见到的活物，只要不咬一口，就会变成他们的同类。之后的剧情就围绕小青如何逃出修罗城，以及在修罗城中的成长展开。看到这里，你会发现青蛇的故事和我们所熟知的白蛇传框架基本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反而明显的看到好莱坞电影中的一些套路。从第一部小门神开始，追光团队一直把重心放在魔改传统故事上。青蛇的场景设定是现代大都市，一股末世废土赛博朋克风迎面而来，乍一看还有点爱死机魔幻现实的味道。但毕竟大家所熟悉的白蛇传设定是古代，忘了把场景换到现代，还加入大量偏西式的废土朋克元素，估计肯定有人会觉得不适应。个人感觉还好，场景并没有让我产生太大的割裂感，只是看的时候会想，片方不会是为了省钱吧？毕竟哪吒重生的场景建模，好多都可以直接拿来用。魔改本质也是创新的一种，只要你改得好，观众就乐意买单。毕竟《白蛇传》这个故事本身也经历过各种话本、戏文、电视剧的改动。说到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算是一代人的回忆。我当年看的时候，对于小青这个角色有2点遗憾。第一是白娘子被关进雷峰塔后，小青发誓要勤加修炼，总有一天打败法海的糟老头子，救姐姐出来。可最后看到小青跟了观音，一心向道，虽然在剧中是最合理的安排，但说实话，心里还是有点遗憾。电视剧里，小青放下执念，潜心修行，这个心理其实不是人的本性，更多的是神性。而青蛇里面，这种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打败法海救出姐姐的心理，才是回归了人性。一个有血有肉、有执念、有拼劲的角色，才更加贴近观众。小青大战法海的那一段算是全面的高潮，气势颇有点《悟空传》里面我要让诸佛都烟消云散的霸气。水墨晕染的打斗画风也把爽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运镜转场无缝衔接，精细唯美的3D动画技术一直都是追光的强项，而且一直在进步。技术虽然不能掩盖剧情的瑕疵，但可以保证最基本的观影体验，让人觉得这波票钱花的不亏。刚说到对于新白娘子里小青的遗憾有2点，还有一点就是距离小青和张公子那段没能善始善终的爱情。这次在青蛇里，小青的感情戏也有了落脚点，不过不是爱情，主要还是围绕她和小白的姐妹情展开。小青的执念是自己的姐姐小白，还没想到看出片方是想打造一个姐妹情深的 CP， 原以为现在只是耽美横行，没想到百合 CP 也成了财富密码。其实在白蛇传最早的版本里，青蛇就是一个爱慕小白的男性妖怪，见小白一心想找恩人报恩，才化作女性陪伴。之后的版本里，该人就直接把小青设定为女性，才有了今天我们熟知的剧情。但是在青蛇里，小青居然莫名其妙的就开始阐述自己的择偶标准，最后得出了男人都靠不住的结论。魔改不可怕，但是把激情放在一部大女主片子里，就怎么看怎么觉得味儿不对。尤其是小白在这部电影里的定位就非常的模糊。不剧透的给大家概括一下吧，就是想表达一个做了变性手术成为男人的女人失忆之后和她的好闺蜜之间的姐妹情，这种感情你们能 get 得到吗？反正我这个直男是无法共情。不管你是想拍真姐妹情还是想拍百合，加入性转元素以后多多少少都有点变味了。甚至我觉得加入性转元素完全就是为了让剧情更复杂烧脑一些，也就是大家说的为了反转而反转。因为小青确实是对剧中的一个男性角色动了情，你说不是爱情我是不信的。最后的反转又告诉我，他们其实不是男女之情，依然是姐妹情，感觉就是既想迎合百合党，又想让 BG 党也能喝到糖。但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两边的受众可能都会有人不买账。当然了，也可能是我格局小了，主创根本就不是想拍什么女性独立、女权觉醒，就是想表达爱情可以超越性别，是男的是女的根本不重要。还有人是抱着看小白许仙来的。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青蛇的剧情和白蛇没有丝毫联系，小白本白和许仙也只是在里面打了个酱油而已，就连法海的出场时间都要比他们多一点。说到法海这个角色的设定有点超模了，就是说他有点过于牛叉了。片头暗指修罗城就是6道中的修罗道，最后发现就跟法海家的后花园一样，他派出一个小弟就几乎统治了整座修罗城。而且你说法海都这么厉害了，居然和小青比拼一直被熬死了，战斗力系统完全崩坏。
另外，个人觉得可以优化的地方，还是和之前哪吒重生一样的老毛病，打戏太多，文戏太少。整整131分钟，几乎从头打到尾，这样就导致对角色的塑造不够，对角色之间的感情铺垫也不够到位，再加上别扭的性转百合情节，很难让观众产生共情。说到近年来优秀的国漫影视，《大圣归来》《魔童降世》《白蛇缘起》都是绕不开的作品，但大部分的国漫影视作品还是没能跳出古装和传统故事的框架，运用的编剧手法也都是在原有的故事基础上进行改编，从哪吒重生到青蛇，从故事背景到人设，想打造一个自洽的奇幻世界观，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就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最后总结一下，这片子我愿意给7分，整体观感在哪吒重生和白蛇缘起之间，对国漫感兴趣的朋友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的。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拜了个拜。